巴菲特说，他的投资风格是85%的本杰明·格雷汉姆和15%的菲利普·菲雪。今天的影片，我们就来聊聊菲利普·菲雪的著作《普通股和非凡的利润》。这本书的中文版被译作是怎样选择成长股。费雪被称作是成长股投资之父，也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批科技股投资者的代表人物。菲利普·菲雪的投资方式呢，实际上属于是主观价值投资的领域。他的理念比较注重于观察企业的质性问题，而不是具体的数值或者是财务比率。与纯粹的价值投资者的观点不同，费雪并不担心买入那些被认作是高估的股票。他认为贵有贵的道理，前提是企业的持续成长可以抵消目前看上去非常昂贵的价格。费雪提出了著名的15条投资清单，如果一家企业未能够符合条件，那么他就不会买入，或者已经持有的股票出现了不符合的情况，他认为就应该替换掉。满足条件清单的企业，他认为永远不应该卖出。接下去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费舍的15条清单。费舍当年获取这些信息的主要渠道就是企业的股东大会，或者说是定期报告。但是今天我们有太多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快速高效获取企业发展的信息。这里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AI 工具 Perplexity。 比如说我想知道苹果 Vision Pro 的市场预估情况，输入我的提问就可以得到结果。信息显示，市场从最开始销售100万台 Vision Pro 的预期到最近的预估是15万台。但是即便是只有15万台，3499美元的定价也会给苹果带来5亿美元以上的收入。这就是通过 Perplexity 得出的一个信息。Perplexity 是一个强大的检索工具，它的答案是通过分析检索内容之后得出的结果。那么关于这个工具就简单说这些，接下去我们聊费舍清单。费舍清单上的第一条，公司的产品或服务是否有足够的市场潜力，以保证企业的销售额至少在未来几年内大幅增长。 GoPro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曾经风光一时，但是由于产品始终没有突破，收入无法持续增长，高估值就无法维持，股价跌幅曾高达 90%。 我一直认为一家伟大的公司，它的产品或者服务应该要符合2个提高的要求。第一个提高叫做大幅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第二个提高叫做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这2个提高至少满足一个，说明这家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除此之外呢，我认为一家企业要做到全球 Top 10， 它的产品或服务还应该符合另外2个条件，叫做无差别的产品和最广泛的用户。这个概念呢，我在寻找百倍股那个影片当中有详细的介绍。清单上的第2条，即使当前的产品已经非常有吸引力，并且已经最大程度贡献了收入增长，管理层是否决定继续开发新产品或者流程，从而进一步推动潜在的销售增长。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企业不应该满足于现状，商场如战场，不进则退。关于这一条，最好的例子就是苹果。An iPod, a phone. Are you getting it? And we are calling it iPhone. Today, Apple is going to reinvent the phone. 自从2007年乔布斯推出第一代 iPhone 以来，苹果从未停止过开发新产品，不断的创新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是苹果持续增长的动力。第3条，公司的研发投入相对于它的经济规模来说有多高效。一般来说，成熟的公司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护城河，因此在研发投入方面会相对少一些，而一家年轻的公司可能需要在研发方面投入比较多。但是巴菲特认为，高额的研发费用是一个负面因素，会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巴菲特喜欢成熟的、已经具备强大护城河的企业，而费雪主攻的是成长股投资。他认为，处在高速增长期的企业，研发投入是维持竞争优势、扩大市场份额所必须的手段。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的行业，保持技术领先是维持市场地位的唯一手段。比如英伟达这家企业，研发投入与收入的比重常年维持在30%左右。
第4条，公司的销售组织水平是否高于平均？销售组织水平很难量化，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对比零售店的面貌来进行判断，或者打电话给客服听听他们的态度。费舍认为，让客户满意能够产生重复购买，这是企业成功的第一标准。反过来说，如果你的产品无法让客户满意，就很难维持销售增长。怎样知道企业的产品是否让客户满意呢？那么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去买他的产品，用他的服务。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这家企业的产品我无法亲身体验，那么我就尽量不去买他的股票，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做投资，这就是认知上的安全边际。第5条，公司是否具有可观的利润率？利润率是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费雪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衡量方法。那么我平时比较喜欢用2个指标来评估一家企业的盈利能力。第一个指标叫做运营利润率 （Operating Margin）， 另外一个叫做 EBITDA。关于这2个指标的用法，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影片。费舍清单上的第6条，公司何以维持或提高利润率？利润等于收入减去成本减去费用支出再减去税之后的结果。提高利润率，简而言之就是开源节流。开源就是只要提高收入，开发新产品，扩大用户群体；节流就是要降低成本，减少费用支出。怎样观察一个企业的利润率呢？那么我的方法就是说，通过财报数据里面看看这个成本费用所占的比例是在提高还是在降低。第7条，公司是否有杰出的劳资关系？费雪认为，一家好的企业应该积极去处理劳资关系，解决雇佣纠纷。一家不能够善待员工的企业，你很难想象它会有远大的前途。员工是企业的资产，善待你的员工，让你的员工带着愉快的心情来工作，这其实是一种隐形的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在这个方面，许多湾区的科技公司都是做得非常好的。第8条，公司的执行管理是否优秀？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是，公司从上到下，从顶层到基层的这种执行是否通畅？费雪认为，有前景的公司首先应该是一个氛围良好的公司，企业的管理层对他的董事会是否有信心，企业的员工对管理层是否有信心，企业从基层到上层的关系必须是通畅的，员工晋升是基于能力，而不是依靠私交或者是派系。比如说苹果的 CEO Cook 就经常去基层实体店与员工交流。从这个角度上看，苹果公司有一种良性的上下互动的关系。第9条，公司管理是否有足够的深度？费雪想表达的意思是说，企业的目标应该是从上到下是一致的。用孙子兵法里的一句话来解释，就是上下同欲者胜。很多企业基层的员工并不理解企业的发展目标，他们只是在根据指令来做事情。而优秀的企业，它是有使命感的，从上到下他们都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这样的企业，即使创始人不再担任 CEO， 企业依然能够朝着既定目标发展。巴菲特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试图买入那些即使是傻瓜也能经营的企业，因为迟早会有傻瓜来经营它们。第10条，公司的成本分析和会计控制怎样？企业的成本控制比较显性，也就是看毛利率在一段时间的变化。一般来说，毛利率稳定的企业成本控制都比较好。会计控制就比较隐形一些。会计控制主要是指通过财务数据来表达企业的资产运行状况、现金流的运行状况，通过财务报表来发现企业面临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把企业运营当中最真实的面貌反映给投资者，反映给股东，不要产生误解。所以说，一份好的财务报表应该是扬长不避短的，投资者需要从报表当中看到企业的问题，同时也希望从报表当中看到管理层所做出的努力。那么怎样从财务报表上看到这些信息呢？我们将来找机会再详细的聊。第11条，公司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以保持它的竞争优势？这个问题呢比较宽泛。那么我的理解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一家企业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如果能够提供比竞争对手更简单、更高效的解决方案，或者说可以帮助用户节省成本，这就是最大的竞争优势。
简而言之，就是提供最高的成效价格比，这是任何一个生意制胜的关键。第12条，公司对短期或长期的盈利展望如何？利润对于处在高速成长期的企业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盈利能力很重要。换句话说，这家企业现在未必盈利，但是它具备盈利的能力。这种能力决定了它的管理层可以随时通过会计手段释放利润。当管理层决定释放利润的时候，通常他们会表现出正面的、积极的盈利展望。反过来，当企业需要有更多的支出或者面临困境的时候，管理层通常会表达出负面的展望。但是作为投资者，我们要非常清楚企业的这种能力，是有能力做弹性调整呢，还是无能为力？这一点在做企业分析的时候至关重要。第13条，在可预见的未来，公司的成长是否需要更多的股权融资？一般来说呢，上市公司有多种手段来进行融资，比如说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可以通过发行债券，或者说是发行新股。发行新股是最便宜的融资方式，但是对现有股东来说是最不利的方式，因为发行新股实际上是稀释了股权，降低了现有股东的持股比例，降低了每一股股票所代表的权益，这是对股东不利的。我更喜欢那些现金流健康的企业，他们有自我造血的能力，不需要外部输血就可以正常运营，至少他们没有为了融资而损害股东利益的动机。第14条，管理层是否在企业顺境时畅所欲言，而在面对困境时保持缄默？与投资者敞开透明的沟通方式对于建立信任感至关重要，无论消息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最后第15条，公司的诚信管理如何？诚信是任何生意的根本，缺乏道德责任的公司应该被抛弃，说谎的企业带给投资者的只能是灾难。以上这15条内容，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3个主要方面：企业的管理能力、企业的扩展能力和企业的财务控制能力。很显然，要回答这15个问题并不容易。如果你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很可能你就找到了一家伟大的企业。费舍说，买一家你不了解的公司比孤注一掷更危险。